大家好，我是美厨娘丽丽。鸡蛋不要再煮着或者是炒着吃了。今天分享个鸡蛋非常好吃的做法，把整个鸡蛋放锅里蒸一蒸，出锅瞬间变美食，吃着酱香浓郁，香辣可口，特别适合炎热的夏天食用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14个鸡蛋，鸡蛋的量呢可以根据家里人的数量来定，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。今天这个做法呢，我们选择的鸡蛋可以用不新鲜的。什么样的鸡蛋才是不新鲜的呢？不新鲜的鸡蛋表壳是黄溜溜的，而且晃动一下鸡蛋，里面的蛋黄会晃动，这样的鸡蛋说明就不新鲜了，就适合用来做今天这道美食。像这样的鸡蛋表面是非常脏的，有许多肉眼看不到的细菌、鸡毛还有鸡粪，所以在烹饪之前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往里边加2勺食盐，再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在刀上的清水没过鸡蛋，用手搅拌一下，搅拌至食盐和小苏打化开，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我们再来好好的清洗鸡蛋，准备一块干净的纸巾，用纸巾沾上水把鸡蛋擦洗干净。因为鸡蛋壳上有很多的沙门氏菌，还有很多的幽门旋螺杆菌，如果不清洗干净就直接烹饪的话，这些细菌会吃到我们的肚子里，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，所以在烹饪之前要好好的清洗一下。这里加食盐和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能把鸡蛋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入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蒸屉上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蒸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呢，我们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1个洋葱，先给它对半切开，再取半个洋葱，先给它切成长条，再改刀切成小块，切好后用手抖散开，然后把它放入大碗中。再准备几瓣大蒜，给它切成蒜片，切好后也放入大碗中。再准备几个青椒，给它切成小圆圈，如果不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菜椒，切好后也放入碗中。再准备几个小米椒，也给它切成小圆圈，不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菜椒，切好后放入碗中。再准备几根小葱，给它切成葱段，切好后放入碗中。再准备几根香菜，也给它切成小段，切好后放入碗中。接着往里边加入2勺的白糖，再加入1碗生抽，加1碗凉白开，用勺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搅拌至白糖融化。搅匀后放一旁浸泡10分钟，给它泡出酱香味。现在我们的鸡蛋也蒸得差不多了，再把鸡蛋取出来，迅速放凉水中，这样更容易给鸡蛋去壳。先给它浸泡5分钟。5分钟后我们取出1个鸡蛋，把鸡蛋壳敲碎，然后再把鸡蛋壳剥掉。鸡蛋用我这个方法蒸出来的，壳很容易就去掉了，而且去壳后的鸡蛋表皮滑溜溜的，比水煮蛋还要方便。去壳后的鸡蛋把它放入刚调好的料汁的碗中，每1个鸡蛋去壳后全部放入料汁的碗中，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搅匀后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浸泡1个晚上。浸泡到半夜的时候，可以给鸡蛋拌一下面，这样泡出来的酱鸡蛋上色才均匀。
第二天的时候我们取出来看看，把保鲜膜打开，哇，好香啊，浓浓的酱香味扑鼻而来，闻着就好有食欲啊。看一下，这是浸泡了一晚上的鸡蛋，每一个鸡蛋都上色了，色泽红亮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酱鸡蛋就做好了，经过一晚上的腌制，看起来很漂亮，相当的有食欲，个个都是溏心的，酸辣甜鲜，酱香浓郁，拌米饭吃太过瘾了，再蘸上一点料汁，那就更美味了。想吃韩剧里面的酱鸡蛋，不用出门，教你在家做，低脂低卡又简单，而且老少皆宜，非常好吃。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，把它放到酱汁里浸泡2-3天，放冰箱冷藏着浸泡2-3天也不会坏，而且浸泡的时间越久越入味越好吃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啦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，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我是丽丽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